今天我们讲第2章的第4节，不可思议的罗扎士峡谷通道。罗扎士峡谷通道的英文叫 Rogers Pass。来过加拿大旅游、去过落基山旅游的朋友呢，都走过这个罗扎士峡谷通道。因为它就在1号公路上面。这个罗扎士上校呢，找到这个通道呢，是克服了非常多的艰难险阻。从一个侧面呢，可以了解到加拿大修建这个太平洋铁路也是要克服很多的困难。有无数的这种铁路建设者呢，他们是用刻苦耐劳的精神，排除万难，还要有专门的知识才会成功的建好这条太平洋铁路。下面呢，我们也是请了水哥呢，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罗扎士峡谷通道的故事。落基山史记，作者介东，出版发行加拿大华人历史研究学会。第3章，铁路建设。第4节，不可思议的罗扎士峡谷通道。艾伯特·鲍曼·罗扎士1829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奥尔良，他曾就读于布朗大学，1年后转读耶鲁大学，并获得工程学士学位。罗扎士于印第安战争期间在美国骑兵部队服役。1862年达科他苏族起义中获得陆军少校军衔，退役后成为美国的工程勘探调查员。最大的贡献是1881年4月14日，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成功找到罗扎士峡谷通道。1887年，他还成功找到了美国蒙大拿州的罗扎士峡谷通道。晚年的他在兄弟家度过退休时光。1889年5月4日，不幸从马上坠落受重伤，最后在明尼苏达州沃特维尔去世。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一处哥伦比亚山脉，那里崇山峻岭，丛林茂密，是野生动物以及候鸟的居所。由于铁路往南平移了200英里，需要重心寻找一条穿过哥伦比亚山脉分支塞尔寇克山脉的通道。1865年，不列颠哥伦比亚殖民地为了旅行和贸易发展，曾经派工程勘探调查员沃尔特·蒙波利去寻找通道。他回来报告说，那里连绵不断的山脉是一个不可能贯穿的天然屏障。他在日记里却写下，如果真有可行的通道存在，最有可能在伊利斯利华河的东面，短短2年时间，太平洋铁路铺轨穿过大草原。铁路经理范霍恩选择位置适中的踢马山峡谷通道穿过落基山脉，但下一条哥伦比亚山脉的支脉塞尔寇克山脉却迟迟未找到通道。太平洋铁路公司于是聘请有地狱之尊之称的美国铁路土地探测员罗扎士少校进行勘测，寻找通道。1881年4月，公司委派罗扎士少校找寻一条穿越塞尔寇克山脉最短的途径。52岁的罗扎士少校性格怪异，言语粗鄙，是挑战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之不二人选。罗扎士接受这个任务并非只是为了5000元奖金，他要求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答应他，如果他找到一条通道的话，就用他的名字命名。他带着他的侄子克尔巴，在甘露市找了10个原住民导游一起出发。1881年5月，罗扎士及其工作人员一边细心阅读蒙伯利的日记，一边朝着伊利斯利华河寻找。山路崎岖，身体疲惫，他们每天平均只能走4英里。稠密的丛林、雪崩以及冰冷的河水更阻碍着他们前进的步伐。由于下午天气比较温暖，容易发生雪崩，所以他们每天天没亮就要出发。5月28日，他们终于到达一个看起来好像通道的地方。当时食物差不多耗尽，他们被迫结束考察。1882年7月17日，他再次尝试继续沿着伊利斯利华河到达了他前一年6月到过的地方。下午云雾散开之后，在麦当劳山山坡上观察到山地环绕的草地。这个日期是1882年7月24日。他们终于可以确认成功找到穿过塞尔寇克山谷的通道。太平洋铁路公司履行承诺，把这个地方命名为罗扎士峡谷通道。
随后，铁路工人及工作人员纷纷来到这里新建铁路，并在这里搭建住宿、旅店、餐厅应运而生，为工人提供生活娱乐。随着铁路通车，铁路公司在这里修建了一间酒店，名为滨河酒店。游客受铁路公司的宣传吸引，很多人前往罗扎市峡谷通道探险。冬季恶劣的天气夺走了不少性命，雪崩严重影响了列车按时刻表正常运行。1886至1910年间，有超过200人死于雪崩。1899年，麦当劳山脚的车站遭遇毁灭性灾难，站长及其家人全部遇难，只有他们的宠物幸免。1910年3月4日，该处遭遇更大的雪崩，被雪活埋，死亡人数高达62人。经过一连串的挫折之后，铁路公司开始计划新建隧道，以避免雪崩的危害。5年时间，在罗扎市峡谷通道下挖掘隧道。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高峰期，8公里长的康多特隧道正式通行，滨河酒店立刻受到影响，生意每况愈下。最后，这间酒店在1925年9月停止营业。罗扎市峡谷通道在之后的37年都鲜有人迹。1956年，一班工程师来到塞尔寇特山顶，勘探横加公路的线路规划可行性。2位冰雪专家负责研究公路附近会发生雪崩的地方。他们在罗扎市峡谷通道发现了以前铁路的残余部分和附近的机车库。他们试图寻找附近更理想的地方穿过山脉，但最终觉得还是罗扎市峡谷通道最为理想。随着横加1号公路的开工，载着工人和机器的火车纷纷到达，其中一个承包商更带着可移动的混凝土搅拌器，可在现场铸造7至20英寸的混凝土雪盖，每公里安装了差不多10个电灯柱，移走超过3000万吨石头。经过漫长的工程，最艰险的路段也告完成。1962年夏天，横加1号公路开始投入使用。由于联邦政府及省政府未能在正式启用日期上达成共识，所以2级政府分别举行仪式来庆祝公路完成。罗扎市峡谷通道一带的横加公路，在任何季节、任何天气情况下都能保持安全，实在需要很大的努力。流动雪崩检测队负责观测降雪情况及其稳定性，他们可以预测雪崩将会在何时何地发生，降雪量高、不稳定气温以及高风速都可以致使山坡上的雪松脱，形成雪崩。经过资料汇总分析，有必要的话会下令将公路封闭，直到一切稳定为止。在雪崩预测专家指挥下，加拿大武装部队的特别行动组会朝着不稳定的积雪定向发射一枚105厘米的炮弹，如果情况恶劣，还会持续发射炮弹。等情况稳定下来，工作人员便会用重型的铲雪机清理雪堆后重开公路。1962年，新建的滨河酒店重新开放，酒店提供各种旅游信息资料，还准备了有关野生动物以及历史文化相关资料供游客参考。每逢夏季，在以前的机车房内，加拿大旅游服务资料中心会提供小型博物馆、电影、电视、动物标本等各种展览。除此之外，还有兴建铁路的故事以及附近地区与大自然有关的资料供游客免费索取，比如雪崩、冰河以及洞穴资料，可供游客参考。滨河酒店秉承40年殷勤待客的传统，为游客提供优雅的餐厅、舒适的客房、令人放松的桑拿、暖水游泳池等服务。1988年，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开通了14.7公里的麦当劳山隧道。2012年，滨河酒店被一个中国投资公司买下，本想拆毁重建，但加拿大国家公园局不同意，双方打了4年的官司，中国投资公司损失惨重。2017年，加拿大国家公园局重新拥有该酒店股权，并准备加固翻新，重新营业。借中评论，从罗扎市寻找通道开始。
到后来与冰雪雪崩搏斗，再后来修建横加1号公路，无不体现出加拿大人与恶劣自然环境拼搏的精神。这既是一个开拓探索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总结的过程。加拿大人注重总结经验，他们把每天的工作情况做详细的记述，供后人参考。如蒙伯利学习大卫汤姆逊，罗扎士阅读参考蒙伯利的笔记，修建横加公路的工程师们学习铁路公司如何应对雪崩，学习前人的经验，通过总结提供给后人参考。这是加拿大人一种很好的传统习惯。现在很多中国公司来加拿大投资，应该先学习和了解加拿大的历史文化，对基本国情有所认识，才能避免损失。这样他们每一笔投资都将无往而不利。罗扎士峡谷通道啊，大家看完了。这个地方呢，是我们作为导游呢非常熟悉的地方啊，也是导游呢去落基山的一个阴影啊，可以这样说啊。因为呢，从温哥华去落基山脉呢，罗扎士还有踢马峡谷那一段路呢，其实是最多艰险的，也是交通意外啊、封路啊这些最多的。所以呢，我们是如果没过罗扎士，好像就没有进去那个落基山。出了罗扎士呢，等于是离开了落基山脉。最艰险的其实就是罗扎士通道到那个踢马峡谷哈，就是到高等那一段路呢，是非常多交通意外啊、封山啊、封路啊、气候状况啊等等。特别是冬天啊，罗扎士峡谷通道呢，你的积雪呢达到20多个英尺啊，很高的，比那个汽车还要高。到今天为止都是这样啊。所以呢，大家有机会来的话呢，一定要留意一下这个罗扎士峡谷通道。你可以看到那种陡峭的山势哈，就是那个山呢，就跟这个公路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直线90度啊这样的一个悬崖下来的，所以它的冰雪呢，一旦积雪呢，就很容易发生雪崩的地方。这个地方经常封路，一封呢封4-5个小时啊，汽车不能走啊。我有一次圣诞节去带团去落基山，从中午啊就在那个灰熊镇那里啊等这个罗扎士通道开通，一路到下午大概4点钟才会开通这个公路啊，因为他要打这个炮啊，炸那个雪啊，让它造成一个人为的雪崩，完了以后用汽车把这个雪呢推开啊，这个公路又重新开放。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那你整个行程就会延误了。到那个班夫那里呢，还有很多节目啊，泡温泉啊等等这些节目。结果过那个罗扎士通道的时候呢，都晚上9点了，因为它4点钟才开放啊，那你还要从灰熊镇呢开进去，到了罗扎士都晚上9点了，到了班夫呢，差不多晚上11点多。所以呢，这个冬天去落基山呢，是罗扎士峡谷通道那个地方呢，是非常的艰险，也有很多的那个路况啊、堵塞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夏天又有很多修路的那个地方啊，因为在冬天呢又雪崩啊，又铲雪啊，所以那个路都给它铲到坑坑洼洼，所以夏天的时候又很多修路。所以呢，我们是说冬天就 condition 啊，就是路况不好，夏天就 construction， 夏天就工程。所以如果过了那个段路啊，整个人就轻松放心了啊，因为下一段路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的了。下山也好，上山也好，过了罗扎士呢，我们心就踏实了。